嗨，以前有一个笑话，当你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她呢拿出手跟你说 no 的时候，其实她是说我要拒绝你5次，我才会答应你。可是我被一个政府部门，就是他怎么样？对啦，它就是马来西亚交通部下面隶属的陆路交通局。我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为了转换我的中国驾照 ，JPJ 啊，短时间内拒绝了7次，第8次我才办成。所以呢，我今天就要把我去了8次 JPJ 的经验全部告诉你。最后，我来分享一下政府部门我感受到的好和不好分别是什么。当然，如果你不是马来西亚人，未来也需要去做驾照的转换的话呢，我已经把攻略啊或者说 SOP 准备好了，你在评论区或者发邮件找我，我就会发给你。关注按赞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我先要说明一个概念啊，持有 MN2H 并且拥有中国驾照啊，你只要在中国的时候拿到一个叫双认证的中英文的翻译件，那么在大马呢是可以转换成 PDL 的，也就是实习驾照的。你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呢分成3步。第一步呢，先去 JPJ 提交你的资料，等待一段时间，你会拿到确认。这时候就可以像新学车一样去驾校报名上课，再呢去考 KPP01，把考试考出来之后，第3步就再回到 JPJ， 可以直接拿到一张 PDL 为期2年的驾照了，就这么简单。理论上来说，你跑2次 JPJ， 你就可以拿到那一张当场打印的 PDL 了。可是我却去了8次啊！事情是这样的，第1次叫做祝愿初心驾梦前，出访白跑 JPJ。怎么回事呢？第一次呢，我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啊，因为根据我过往在中国办事的经验，如果他们还在上班，但是呢下午晚一些去，人比较少，办事会比较快。但那天我到达 JPJ 啊，还在他们的工作时间，门口有坐着一个先预检你资料的大叔啊，他呢跟我说 You must come tomorrow。 我一惊啊，这不是在办公时间吗？为什么要明天再来呢？反正他也没告诉我道理，他就进一步告诉我说You must come in the morning。 好吧，我想这可能是你们办事的规则啊，所以第1次白跑。第2次交涉官道途艰难，城中已响心微寒。怎么说呢？第2次啊，我又回到上次去的那家，是在夏拉姆的 JPJ。跑去之后还是这个大叔。第2次呢，我想早上可以，但是呢，我得躲避早上的交通拥堵，所以我是10点多一点到达了 JPJ， 他们应该是上午的办事时间啊。可是这个大叔又告诉我说 You must come before 10 a.m.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能一次跟我说清楚？其实我在中国还没有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把双认证我需要的2家文件，各个博主发的如何拿到马来西亚驾照的视频都已经看了一遍，我甚至还上了 JPJ 的网站，但是没有这些信息。所以我当时呢有一些懊恼，而且那一次啊有一个小的插曲，让我和这个大叔闹得有点不愉快。怎么说呢？因为他要我填一张表单，我在他的那个预检的台子上看到他有一支笔啊，牵着一根绳，应该是给别人用的，就想拿去写字。但是呢，他看到之后呢，不让我用，他把这个笔啊给拔回去了，并且呢，还把这个绳子给收回，把整支笔呢放到他那个桌子下面，说你去用那个。整个过程他也不是正眼看着，他是斜着指示你这样去做。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没有必要这样子啊，所以心里呢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当时啊，对 JPJ 留下的印象，说实话非常糟糕。我呢也讲给我的一些朋友听，他们呢就给我出主意啊，这就导致了我第3次又去 JPJ 啊。通有良言寻心道，误入不成又一遭。怎么说呢？我的朋友说，哎呀，你没有必要去夏姆拉玛这么远啊，你可以去离你家更近的普查加亚啊。他说你去那边啊，那个更大更新，办事一般挺快的。我的华人朋友啊都这么说，那我就吸取上一次的教训，早早的8点钟，很多官员还没有上班，我就已经在停车场停好车了啊。我在想，
这个万一能不能看到陆兆福哈，我跟他也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事这么难哈？谁知道后面还得跑5次 JPJ。即使那一次我跑去之后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办事的大厅，那边挺大的。那个保安大叔跟我说，哎呀，他说你这个情况不能在我们普扎加亚这里办，你只能去2个地方，在汪萨马朱和沙阿拉姆。好吧，你看我这第3次是不是又白跑了呀？那我们马上又进入了第4次的 JPJ 之旅啊！局势困厄心焦烂，双刃一望空往还。第4次怎么说呢？所谓啊，古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可能就是这样。那一次还是早早的出发，哎呀，但是时间拖得太长，一次一次去，我大概把细节都一些遗忘了。我以为我所有的资料都放到了一个袋子中带走了，但是到了那里排了队，见了官员，才发现糟糕，我多笨呐！我自己双认证的文件没有带，我带错了，我带了一个结婚的双认证。好吧，第4次怪我自己不好，白跑1次。第5次叫做宏愿耐心等月余，终见关张心欢喜。第5次我又去夏拉姆的 JPJ， 这次呢比较顺利，但官员这次是比较和善的，翻看了我所有的资料，把他们都递交进去之后，他们说会给你发一个邮件，30天之后你就可以拿到确认书了。果然啊，回到家的第2天，我就收到一封 JPJ 的邮件，上面说你要30天啊 30 days， 它上面可没有说是30 working days， 他说你再去网上去查询你自己的申请结果。其实呢，我想还好，不就30天嘛，因为过去在中国的一些办事经验啊，如果像我们更换护照是要7天，那他讲7天呢，通常4天，哪怕是邮寄啊，都会到家。他如果说30天，一般2周或者3周就可以办好了，因为政府告诉你的时间实际上是一个承诺，所以呢，他会放一些 buffer 在里边，有时候还是蛮大的 buffer。通常在这个是他告诉你时间的50%到70%之间，事情就可以办好了。所以我在20多天的时候呢，就不停的上 JPJ 的网站去查询结果，其实没有任何结果打电话去也没有结果。你猜猜我花了多少时间？所谓月有余啊，总共花了47天才收到一个邮件的结果。哎呦，47比起30，那可是超了17天，是超了56.6%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我们把30天视作一个承诺的话，那这个承诺被 break 了56.6%，还是蛮多的。但无论如何呢，我跑了5次 JPJ， 我终于完成了这个事情的1/3，心情呢自然还是不错的。所以很快的速度呢，我就去到驾校报名去上课，我又去考了 KPP01。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最后的1/3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拿到考分的当天，我问了教练，我就去搜在考试点附近的那一家 JPJ， 是 KL 的一家，我就跑去，因为在楼下的工作人员，外面那些办事的，中国叫黄牛啊，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叫什么，中介或者是 runner， 反正是那些门口的那些大叔啊，他跟我说你就去2楼是可以办好的，就我跑到2楼又去拿号啊、拍照啊、等待。等我见到官员的时候呢，被告知说，哎呀，他说你要办的是3个月还是6个月？我说大哥，我要办的是 PDL， 不是 LDL 啊，不存在3个月6个月 ，PDL 是2年的。他说那你不能在我们这儿办，你只能去汪萨马朱，这是他给到我的建议。所以你看，我的第6次啊，发生在后1/3也跑空了。那马上就进入到我的第7次 JPL 之旅啊，我称为大功将成汪萨马朱，电讯有凭官犹疑。怎么说呢？因为之前我去普扎加亚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去汪萨马朱，那个官员又亲口告诉我说，咱们这儿不行，你得去汪萨马朱。排了队进去见到官员花了2个小时，但是呢，他告诉我说，你看啊，我在电脑上是可以看到你的信息的，你确实通过了，但是呢，你办 PDL 你得回到沙拉姆，因为你在那边出的，而且那边好像是雪兰莪的总部吧，你得回到那边去。咱们这儿未来你拿 CDL 或者你去更新 CDL 呢是可以的啊，你要去一步拿到 PDL， 在这儿不行，又是铩羽而归啊！这是7次了，但我知道成功已经不远了，人家没说不能办哈，只是跑错地方了。最后一次，第8次，展望未来当欢畅，8番周折
寄希望。第8次就比较简单，我一大早赶到 Shah Alam 的 JPJ， 拿到了我的 PDL， 这就是我8次跑去 JPJ 的一个经验。我不知道您看完是什么感受，我其实不完全是负面的，我待会儿会慢慢说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我看到这样一个政府部门办事的好与不好。我想先表扬一下我先说一下去 JPJ 办事的感受到好的一点。第一呢，官员的态度总体还是非常友善的。虽然我碰到过第2次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是也感谢我去了8次 JPJ， 我跑了4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我能够给出相对客观的一些评价。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官员他是友善的，他能够倾听你的诉求，并且呢，他可以给到有效的回应，他还比较耐心，比较礼貌。我和很多华人朋友告诉我的那个情况，他们非常不喜欢去政府部门办事，我的感觉是有一些出入的。第二呢，如果你是去办事它整个环境我觉得还是友善的在外边有吃的有饮料，如果你没有带齐一些东西呢，可以拍照复印，都还算是方便。跑进办事大厅里边呢，有些预检，有一些人也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如果你坐下要水那边有些地方会放着一些水。我有一次去Shah Alam的 JPJ 他们还在放电影给你看，帮你去度过一些时间。而且呢，有些 JPJ 他们窗口上还会贴着 No Gift Policy， 就拒绝你的包文化还会要求官员呢上面写着 Lebih Cakap， 让他可能要多说一点，更加礼貌一点。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服务是有要求的，所以你去办事呢还会得到不错的一个服务质量。第3个好的地方呢，它整个工作流程我可以感受到在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上面已经有所进步不得不这样说你看一些取号的系统，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拿到号，还有 MyJPJ 去管理你的整个过程据说现在整个考驾的过程也越来越多的运用了网络化。我们用的那些 KPP 的书也有网络版，这些都可以看到JPJ 在网络化、智能化上面做的一些努力，这个也要给他们点赞。对了，你给我点赞了没有？最后一点我想是整个在财务的花销上，我可以看到哪怕是Shah Alam的那个比较大的 JPJ， 他们的楼外面的设施，然后官员所用的文具、所使用的桌椅都是比较旧的，用了蛮长时间的，整个大楼都是相对是破旧一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为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民选政府的，他没有太铺张浪费我觉得也要给他们点赞，不会随意的乱花纳税人的钱我去看了陆兆福的一些施政的纲领，也包括要增加收入，也包括要减少开支或者增加一些电子化和网络化，和整个团结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好吧？好不容易短时间内去过4家不同的 JPJ， 去了8次，我尽量客观公正的说一些不好的一些地方，可以吗？如果说的不对的话呢，也请大家批评。第一点呢，进入了政府部门办事它整个的环境基本上呢就进入了一个马来语的环境，虽然有些许的英语官员呢也愿意和你用英语交流，我觉得已经挺好了但是比方说它的那些说明还有它会让你去填写的那些单据，这个上面还是纯马来文的，并且很多单据呢也不太注意它的分发和保管，很多的表单是被复印了又复印，整个是歪歪斜斜，字体的颜色很淡，你几乎都不太能看清。我如果借助谷歌翻译的话呢，也得不到太好的翻译结果。我理解马来语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语，在正规的场合使用马来语可能是有法律规定的，也是政府所希望的，但是咱们 JPJ 不也是要给外国人提供服务吗？那考虑到他们是否就应该要有一些英文的表单，或者至少有一些英文的翻译在里边会更好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在人员的培训上面是否可以更加精进一些。你看我每次去不同的点或者问不同的人，有可能拿到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官员最后面对电脑的时候，那个电脑就像一个神一样，他会给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行还是不行。但如果更早我能够从官员或者是外面的辅助人员，甚至于那些安格那些黄牛或者中介，他们的口中得知答案，我就不会浪费更进一步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进而呢，我想第3步就是 JPJ， 我看陆兆福部长之前有砍掉了一些宣传的预算来节省，我觉得那是挺好的，80万令吉的预算但是如果我们更多的
去宣传自己的一些办事的政策，让公众啊更多的地方被触及和知晓。他们办事前就知道整个的流程，一定可以节省彼此双方的时间。这个应该不会需要太多的费用。如果现在你去上 JPJ 的网站，你会看到各种新闻基本上都还是停留在2017年。那我要说的第4个呢，就是在电子化、网络化或者统称为智能化上面再多做一些文章啊，或者有一些改进的话，效果啊一定会更好。你看我去了8次 JPJ， 其中有4-5次都是因为被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就包括什么点它可以办什么业务，我该什么时候到，类似这样的信息，使得我反复的去跑。你上 JPJ 的网站，它是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的信息的。去做这样的宣传，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再提高一些成本的话呢，那可以考虑梳理一下它的业务流程，有一些没有必要大家都聚集到 Office 去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才能办的事情，像你自己的信息提交、审核，甚至于有一些单据的确认以后返回电子化 email 给你，它其实并不会耗费太多的成本，但你把自己的业务流程再造之后呢，就可以节省公众更多的时间。还如果有可能的话呢，那整个 JPJ 的信息的基础架构应该我想得到改善就会更好。不同地点的 JPJ 啊，它如果信息是打通的话，都可以处理一样的信息，那么去办事的人员他就可以少跑几次了，不是吗？我说这些啊，其实当然是希望马来西亚好嘛，因为在马来西亚车比人还要多，可以想象啊，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力其实是蛮大的。那整个国家运转的效率提升，其实也是把国家资源的变得更加节约集约一些，办事的人他们也会花更少的时间，得到更高效、更满意的服务。那省出的一些人力花到国家更需要的地方，来更好的去使用公共资源，不是更好吗？这是唯一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华人朋友啊，我知道他们对政府部门办各种事情还是挺失望的。不过呢，我觉得政府部门啊需要大家去提出意见，他们也会倾听，也会去提升。那他们效率提升，他所服务的面对的人民或者像我们这些外国人在办事的时候，整个效率就会提升，大家给他们的点赞程度也会更高，也会更喜欢政府部门，这不是更好吗？最后呢，我把我写的那个俏皮的这个扒回去 JPJ 的诗把它连起来，你看它的藏头是什么？它就是驻交通局宏图大展，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和说的一些事儿。你有什么想法？老规矩啊，帮忙也写一写你的想法好吗？或者按个赞，有助于 YouTube 推荐我，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聊，拜拜。